最近一段时间，在美国就台海问题对中国步步紧逼的同时，美国的小弟们也开始出手。英国的航母编队准备到中国周边海域进行搅局，法国海军的一艘情报侦察舰也在近日抵达东海和台海海域进行侦察。加拿大则是想利用冬奥会来联合盟友对华施压。很显然，以美国为首的反华阵营又对中国发起了新一轮的围堵。在此背景下，日本和澳大利亚也不甘示弱地对中国发起了挑衅。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称，日澳两国政府计划在6月9号举行外长和防长2+2会议，届时中国将成为本次会议的针对目标。同时，有消息人士指出，日本多家媒体将举行本次会谈的原因都甩锅给了中国，声称是由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海域加强了施压力度，所以日澳才会展开会谈来应对中国带来的军事威胁。因此，这次2+2会谈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牵制中国。很显然，日澳这两个美国恶华的先锋有习惯性的拿中国说事。明明在东海和南海搞事情的是美日澳，他们曾多次在该海域举行联合军演，威胁中国的领土安全，现在却又倒打一耙，先将脏水泼到了中国身上。不仅如此，日媒报道指出，日澳政府还计划就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军队间的武器防护进行沟通，中国海警法也将成为会议议题。我们都知道，在此不久前，日本就针对中国海警船在相关岛屿活动提出了一项修正案，主要内容就是赋予日本自卫队在执行任务时有对华开火的权利。而澳大利亚也在前不久叫嚣要在台海与华开战，并且还有澳高官声称澳大利亚军队已经做好了跟中国战斗的准备。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次日澳2+2会谈对华开火也将是个主要议题。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澳这是铁了心要用对抗来定义中国与他们间的关系。尽管在爆发激烈冲突前，中国也对其进行了相应的经济制裁和警告，但是日澳显然没有收敛的打算，反而加大了对中国的挑衅力度。对此，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教授就表示，既然一般性制裁对日澳没有效果，那武力警告说不定能出奇效。我们都知道，日本和澳大利亚是个崇尚实力的国家，他们之所以紧随美国其后，就是敬畏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当前日澳屡屡对华挑衅，而且我国经济制裁和外交警告没有明显效果的背景下，武力警告或许就成为了制裁日澳的最优方案。总之，我们要做好动武的准备，要在必要的时候对日澳进行狠狠的敲打，这样他们才能对中国有敬畏之心。近日，3名美国参议员乘坐美国空军一架 C-17运输机抵达台境内，对外透露是就对提供新冠疫苗对台进行的一次访问。可通常访问一般都是乘坐商用机型，此次却乘坐军队的战略机型。在分析看来，访问的目的绝没有那么简单。就如外界疑惑的那样，倘若真的是为了疫苗而来，那么直接带着疫苗来访问岂不是更有诚意？至此，提供疫苗为借口的可能性非常大，乘坐军机前来很可能就是对我国主权进行挑衅，同时表现出美国对台分裂分子的支持。据台媒报道，这次美国运输机抵达台境内是40年来的第一次。虽说此前也有美国政客窜访我台地区，但都是乘坐行政飞机或者是民航客机。为数不多的几次美军战机抵台，也是打着战机故障、运输物资或者被迫降落的名义。相比之下，这次美军运输机抵达台境内，摆明了就是在试探大陆的底线，一点点的逼近红线，在我国的底线边缘疯狂试探。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的举动已经越来越猖狂。在此背景下，包括美国民众在内的全美不可能不知道，美国如今就台海问题挑事的做法是在作死的边缘试探。但通过其反应显示，美国太自以为是，从而对这种挑衅行为的极端危险没有充分认识。当然，美国敢这么做，也说明了该国认为此举所造成的风险是可控的。此做法对台分裂分子也是一个新的鼓舞。不过，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这是致命的破坏，让原本陷入紧张的两国关系直接面临撕破脸的地步。台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海问题更是属于中国内政，这是中方多次强调的。美军运输机在知道的情况下还抵达台境内，其危险程度仅次于美国战斗力直接进入台境内，而这无异于瞬间引爆两国战争的爆发。话说回来，美国之所以敢这么不顾后果的破坏中美关系，就像国人所言，都是中国惯的。中国展现的威慑不足以让美台感觉到压力，更没有让他们感受到真正的恐惧，所以才敢挑衅中国主权，侵犯中国的尊严。如果中国能够对挑衅者展开猛烈的反击，就如美国战机逼近中国一样，歼20穿岛巡航，次数频繁之后，美国也得面对解放军的举动做出反应，该国也会感到有压力，睡不着觉。
升级军事行为是让美国停止危险举动的最好办法，必须用强硬的手段提醒他们谁才是这个区域真正的主人。如果中国再不采取行动，美国爬到中国头上是迟早的事儿，很可能比我国先一步动武。总之，我军也是时候给该国送上反击的大礼了。据央视新闻的消息称，在台当局官媒日前对外媒发布的一张照片里中，道破了美台勾连的本质。该照片中的3位美国参议员戴着厚面罩，面无表情，而主人翁则是毕恭毕敬地站在他们的前边，背对镜头，讲稿时似乎有一种向美国参议员报告的即视感。而这个画面无疑不是对美台勾连、台湾作为棋子地位的最完美的表现。现如今，面对岛内当局甘当棋子这一行为，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向他们提当年尼克松访华给岛内带来的冲击了。最近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一件大事儿，应该就已经足够警醒了。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反对俄罗斯与德国联合建立绕过乌克兰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但是，当美俄领导人会议之际，美国最近直接选择放弃了对北溪2号项目的制裁，根本没有考虑到乌克兰是个什么感受。但显然台当局可能觉得自己是个例外，跟乌克兰比起来，台湾对于美国来说那可是重要的太多了。然而现实却是，美国连敷衍都懒得敷衍台湾了，就像是此次承诺给台湾75万剂疫苗，而75万剂疫苗能有多重？这次3位参议员访台，完全可以用 C-17战略运输机一并运过来。很显然，美国的3位参议员带来的只有虚伪的问候。面对美台之间的种种情况，这让台湾名嘴唐湘龙感到悲哀。他认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因为某些人的举动正完全丧失。2021年将是武统元年，如果最后的结果真如唐湘龙所说的那般，那在台湾形成反介入拒止与主宰海峡，将是我军今年必须达成的2大战略。因为若真要实行武统，那必然会与大多数人所想的不一样。当下，台湾正进行许多反登陆、反斩首的演习，但直接跨过海洋进攻台湾西部，这必然不会是我军的主流思考。因为台湾在西部以及澎湖的防卫力量很大，若我军从东部发起进攻的话，这既能达到反介入的效果，又能掌握巴士海峡。所以要执行武统的话，我军最有可能从屏东、台东发起进攻。因为这2个平原地区都有登陆作战的机会，上来后也离高雄和军港很近。在掌握了巴士海峡后，任何外部势力想介入这场对台战争，难度都会很大。近日，一则爆炸消息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在全球究竟部署了多少核弹？也再次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不少分析人士纷纷上阵。然而，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却又有了另一个问号：这次真的是意外？据媒体消息，一名美国的空军人员为了通过军方的考试，在一款在线闪存的软件上学习相关知识，却不成想在无意间直接泄露了关于美国核武器位置的绝密信息。而这个信息中的位置却是在欧洲各地，比如在这欧洲的哪些地方有美国部署的核弹。而且有消息表示，在被曝光的文件中还有关于这些被披露基地武器的具体数据、独特的指示以及秘密胁迫用语。原子科学家公报还表示，这几个基地加起来至少有100枚 B61-3 和 B61-4 战术核弹。其实这件事其实可大可小，可大是这些武器被一些人获悉，然后窃取了核武，但是就算窃取了没有密码等等一系列的具体信息，也很难被直接使用。而可小却是这些信息就是美国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就是为了震慑欧洲。毕竟这段时间棱镜门事件再次被翻出来，这次还有几乎算是确凿的证据。再加上如今的欧洲不同以往，以至于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都联合起来直接对美国施压，要求美国给个说法，不然欧盟和美国可能就要一拍两散了。此前笔者曾说过，这回棱镜门再次被翻出来，很可能是欧洲的自导自演，因为欧洲已经清楚地知道美国已经是处在穷途末路上了，再加上诸如欧洲想恢复当年荣耀，在国际社会占据一份足够强大的势力等一系列的原因，所以欧洲有了脱离美国，自己继续拧成一团发展壮大的心。而欧洲这样一搞，美国就不开心了。本来盟友就已经有了四散的趋势，欧洲这一大板块要是散了，美国还怎么搞全球霸权？于是这次事件就是美国故意泄露的。毕竟这次泄露出来的核弹位置着实有些微妙，比如意大利的2个空军基地，荷兰、比利时、德国各一座空军基地，当然还有一个土耳其的。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德国可都是这次的有心人，而土耳其则是最近2次和美国对着干，坚决不放弃购买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所以这自然是让美国十分不开心的，于是直接亮牌了。
哪个国家胆敢违抗美国，就可能要尝一下核弹的滋味了。想想美国这么多年都没有泄露，如今却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泄露，实在是很难不让人猜测，这究竟是不是意外？美国是不是有心算无心？不过这个答案就见仁见智了。且看看之后欧洲再次挑起的临近门监听事件，在这个核弹的威胁下，究竟会不会再一次不了了之吧？